这个时候呢，对手想了一下，他选择了 all in， 然后呢，我就选择了跟注，看到他的手牌是 QJ 红桃，也就是他在翻牌呢击中了一个顺子。这个时候呢，转牌来了一张7，无关紧要。那合牌呢中了一个 K， 成功的让我从这个76000打到15万的筹码量，对手非常的不爽。Hello， 大家好，我是小 P。在影片开始之前呢，跟大家讲一个重要的消息，就是我的战队福利又加码了。现在只要加入小 P 战队，就有机会可以获得最高总价值$500的战队福利。如果说你推荐你的朋友加入小 P 战队的话，还可以额外领取$10的锦标赛基金。活动时间有限，赶快加入小 P 战队吧。好，大家好，我是小 P。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我在 Bellagio Five Diamond 的主赛事的第2天的赛事分享。在这场赛事呢，非常多有趣的手牌哦。第2天的赛事呢，发生了哪些有趣的状况？首先啊，我们进入第2天的筹码量呢，大约是8万多。那当天呢开始的盲注级别呢是1000、1500。那同时在这个盲注级别呢是第9个级别，这个级别打完到休息时间呢都还可以重买。所以在这个阶段呢，还是一个重买的阶段。这手牌的状况呢，是一个9人桌，然后盲注是1000、1500。好 ，UTG 加1选择了加注到3500，把同位玩家跟注。那我在大盲位，我选择了跟注一个87不同花。这样的手牌呢，其实符合在我们这个大盲抵抗的范围。我觉得连结牌都是一个非常不错的手牌去跟注。如果说我当下是一个什么 K4不同花，或者是 A4不同花，那我觉得都会是一个很明确的弃牌哦。但是在连结牌或是同花牌，我觉得都是一个非常适合跟注的一个手牌范围。那翻牌是 A75 彩虹面，然后有1张方块。底池13000，我选择过牌。UTG 加1的玩家呢，也选择了过牌。bottom位还有一位玩家，他也选择了过牌。2位玩家都选择过牌，但是必须要知道的是什么？其实前位玩家跟bottom位玩家还是会有一个非常强的范围，也就是说，他们的手牌范围里面还是会有很多的 A 的组合，甚至是一些大对子的组合。当然，也是有可能他们是一些2张10以上的同花牌，然后没有击中。这是我对于他们2个玩家的一个手牌的猜想大概会是长这样子。转牌是一张方块4。那其实方块4呢，对上我的大盲位的范围是比较有利的，因为我会有比较多6的组合，6的组合就是双头顺的这个听牌，甚至是比较低的牌都是很有可能。我甚至会有一些顺子的组合，2对的组合，所以其实这张4呢，其实是非常的不错，对于前面的玩家跟 bottom 玩家的帮助是非常非常的少。这个时候呢，我的策略呢，其实我不用去领先下注，原因是因为我们今天中了一个中对，我们有足够的摊牌价值。但假设我今天是 K6 同花或是 J6 同花之类的手牌就是一个双头顺的一个听牌的组合，没有对子，非常适合领先下注。但是我们今天有摊牌价值的时候呢，我们的预设策略呢，希望走到摊牌的阶段，所以我选择了过牌。那 UTG 加1的玩家底池13000，他选择下注4000，把成为玩家弃牌。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有一个决定要做。我认为呢，它的范围很有可能是一些比较弱的 A 比如说 A7、A8、A6、A2、A3 同花之类的。当然也有可能是一些实的对子，他自认为他在保护下注。我们今天中了一个中对带一个卡顺的时候呢，对上一个小的下注尺寸呢，是一个相对来说呢是比较容易的跟注。如果他今天选择的是半个底池或是更大的话，那这个7-8我很有可能会考虑弃牌。对上小尺寸呢，跟注其实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合牌是一张方块9变成是有一个后门同花3张方块在台面上，底池21000，我过牌。对手呢也非常的保守，他选择了过牌。那我觉得我有一点机会会赢，因为我认为他的 A 的组合呢都应该要下注我就摊牌了我的7-8不同花，然后这时候呢对手摊牌他是一对 Q， 那我觉得一对 Q 呢也是一个合理的范围所以他就赢下了一个底池。接下来呢也是在1000、1500的盲注级别，是一个9人桌的状况。UTG 加2的玩家呢，他的筹码量非常的多，他大约有18万的筹码量，他选择加注到3500。那我在 CO 位，我有76000的筹码量，拿了一个 K10 红桃，选择了跟注，非常的有意思的翻牌翻牌是 K19 2张黑桃。然后底池11000，也变成说我中了一个顶2对。UTG 加2的玩家呢，底池11000，他选择了下注8000非常非常大的下注尺寸，这是很合理的。原因是因为他认为他的范围里面有非常多的3条，非常多的2对。甚至是会有跟我一样多的顺子的组合，我们2个的范围呢都只会有 QJ 同花，所以会有一些顺子的组合。它的范围里面呢会有更多的3条所以我觉得他选择了一个大尺寸甚至是 AK、KK、AA， 选择大尺寸呢也是非常的合理。尤其是今天我的筹码量其实稍微多了一点，我有76000嘛，所以他选择了一个这样子的筹码量，
他的想法呢，预计呢更容易的可以在转牌或合牌把所有的筹码都投进去。如果他在翻牌选择了一个小尺寸的下注的话，是很难在转牌跟合牌把所有的筹码都投入进去。对手下注8000，我觉得是一个很不错的下注尺寸。这个时候我就有一个决策要做，就是我今天中了顶2对，那我是要跟注好呢，还是加注好的？如果说对手下注一个大尺寸的话，如果我今天要跟注或者加注的手牌会是长什么样子？如果我今天是中3条9或者3条10或者是 QJ 同花呢，其实我都可以考虑加注。那某种程度上来讲，我觉得除了3条9、3条10跟 QJ 同花之外呢 ，K10就是一个照顺序来讲顶2对，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手牌。大尺寸下注呢，还是会有一些 AJ、AQ， 尤其是带有黑桃的组合对上它的一些很强的范围，我还是领先，甚至是 AK， 甚至是 AA， 我觉得都是一个很好的状况，因为我2对嘛。当下呢，选择一个加注，那我选择加注，不希望他做的决定是很轻易的所以我选择了加注22000。那因为我们的筹码量我大约是7万多，也就是说我加到22000，其实没有所谓的套池，也就是说，如果今天是炸胡，他 all in， 那我还是可以很轻易的弃牌。这个时候呢，对手想了一下，他选择了 all in。那选择 all in 的话，其实对我来讲，我就是对吧，就是有点痛苦。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明确要跟注，原因是我认为对手是有可能有拿 AA、AK， 甚至是一些 AJ、AQ 带黑桃的组合所以我还是赢很多牌。对上他的范围里面，他会有一些3条，他会有一些顺子，但是我觉得以整体来说呢，黑10呢是一个非常强的一个手牌我觉得是很 OK 的。我甚至觉得他如果今天是90 2对，我觉得搞不好都有机会 all in不一定，但有机会。他的范围也会有 K9 2对，我还是领先一些2对的部分。然后呢，我就选择了跟注，看到他的手牌是 QJ 红桃，也就是他在翻牌呢击中了一个顺子，然后他选择一个大尺寸的下注，然后被我加注之后呢，他就直接 all in。这个时候呢，转牌来了一张7，无关紧要。那合牌呢中了一个 K， 成功的让我从这个76000打到15万的筹码量，对手非常的不爽他非常的不爽。我好强，对我好强，你看合牌 K， 对，落后没有关系，2对没有怕啦，对不对？就合牌开 K 就会赢了，打扑克就这么简单。下一手牌什么状况呢？下一手就是一样9人桌1000、1500的盲注级别 ，UTG+2的玩家是一个非常夸张的一个俄国玩家，他非常的松，他非常的会乱打，这是一个我有的一个资讯。他的筹码量呢有10万左右。他选择加注到4000，然后我在他的下家，我在 low 价位拿了一个 KQ 不懂花，那我有15万的筹码量，我选择了3次下注到14000，这个对手选择了跟注。翻牌是 AJJ 彩虹面，底池32000。这个时候呢 ，UTG+2的玩家竟然给我跳出来领先下注，底池32000，领先下注1万。那我就要去猜想，就是他是什么样的范围。如果说他今天是一个很强的，不管是 A5 同花或者 A10， 甚至是 AQ， 我觉得他都不应该下注。他如果今天有更强的手牌，譬如说他今天有3条 J， 我觉得更不应该下注。但是我永远都不知道他怎么想的，因为我觉得他是一个很夸张的玩家。但不管怎么样在这个状况，底池32000，他选择下注1万，我觉得我的 KQ 会是一个必须要跟注的手牌原因是因为其实这个翻牌对我非常的有利。而且我有机会在转牌或合牌有机会去炸不掉他的一些 A 的组合。KQ 呢，我的直觉呢，在翻牌是绝对不能够起牌了。所以底池32000，他领先下注1万，然后我选择了跟注，转牌出了一张10，非常爽中顺子，他是什么牌我都不在乎，我也不相信他什么4条 J 或者是 AJ 翻牌会领先下注，是不可能的嘛，对不对？底池52000，对手又下注了一个14000。我觉得它的范围很有可能是中3条 J， 原因是今天我在跟注的时候，其实我的范围里面除了3条 J 之外，我有很多 A 的组合，它有没有可能做一些这么诡异的炸我觉得当然有机会，对上大部分的玩家就是什么，就是你有牌你就下注我觉得比较符合这样的状况，尤其是在一个3次下注的底池的时候呢，翻牌被跟注的时候呢，其实我觉得它的转牌应该会非常的诚实，所以我在转牌的时候呢，我就会认为它的很有可能是一些 QJ 同花。甚至是 KJ 同花之类的手牌甚至是有没有可能是一些什么 A10、AJ、AQ、AK， 当然都是有机会的。那这个时候呢，我的策略对上他在底池52000，选择下注14000，我该怎么做动作？今天我中了一个顺子，但是我们要想的是，如果我们跟注合牌开什么牌，其实我们会喜欢，基本上面一张牌我们会喜欢。合牌只要开10以上的牌都是一个很灾难，原因是什么？如果说合牌开10，它的 J 的组合呢变的是 Full House， 它赢我的 KQ。如果合牌开 A 也是 Full House 的组合，那我的 KQ 也很难赢。合牌如果开 K 跟开 Q 的话呢，他也会怕这个一张成顺嘛，因为 A、J、J、Turn 10，如果不管是开 K 或 Q 都不好。
也就是说，河牌只要是开的牌呢，只要是10以上，对我来讲都是非常的糟糕，对吧？10JQKA 我都是不想看到的，对我都是不想看到的。所以如果说有这么多牌是我不想看到，但是我的牌又非常的强，中了一个顺子，最好的策略呢就是选择加注啊，这很明确。当我们今天牌很强的时候呢，选择加注啊，就是正确的决定。所以我选择了一个非常小的加注，他下注14000啊，我加注到3万。这个时候呢，他就 all in， 总共是75000，那我当然就是很轻易就去跟注。那我看到他是 KJ 梅花，那就代表说他中了3条 J， 然后河牌呢是一张无关紧要的8，也就是说这位玩家呢从这一手牌呢输了10万的筹码量给我，因为我有15万，他有10万。啊，这把牌呢让我打到了超过25万的筹码量，一样哦，是在1000、1500的盲注级别。下一手牌的状况呢是在我在 bottom 位，我拿了一个 J6 方块啊，选择加注到3000。小盲位的玩家跟注，大盲位的玩家跟注。翻牌是一个 Q6、7， 2张黑桃，底池10500。这个时候呢，小盲选择了一个领先下注5000，然后大盲位选择弃牌。理论上小盲是不可能，也不应该有一个领先下注的策略。那我们今天选择跟注抵抗的范围，我认为所有的对子。当然很明确的哦，顶对以上当然是一个非常好的手牌。那如果是一些中对或底对，我们可以视情况哦去做一个摊牌的阶段，去比大小，或者是去根据这个转牌跟合牌去做炸胡。所以我今天 J6 方块呢选择了跟注。好，转牌来一张非常有意思的黑桃 A， 这时候底池20500，那小盲会选择过牌。那我觉得我的手牌非常适合炸胡，是因为我的手牌相对来说，在我整体的范围里面是一个比较弱。我今天有同花的机会，我今天有 A 的顶对，我今天有 Q 的顶对。那相对来说，我这边 J6 是一个我在翻牌会跟注，然后又是相对底端的范围，所以我选择了一个炸胡，底池20500，我选择下注13000，然后去炸胡它。然后对手呢很快就弃牌，尤其是如果我今天有 A10 或是 AJ、AQ、AK， 我翻牌都会跟注嘛，然后中了一个顶对，不管是1对或2对 ，A 都会价值下注，我觉得是一个很明确的。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相对来说呢，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当下选择一个下注的一个底对的炸胡，然后呢成功的赢下底池。